片星河，一生天地山河，牵念你的我，不怕土与莲言悲歌。你在前的光影，沿着梦裂破，锋芒涅槃入我，重燃了喜乐，应对一程海色，紧随你跋涉，不去向巨浪荆棘波折。你见过我桀骜的、清晰的、赤诚的心，从悲鸣里过，带着大地长河的笑容去奔赴辽阔。每一丝丝、一缕缕金丝珠，放在我生命展开云朵，它奔腾般喜镌刻。一只水饺，一只虾，思念金牌虾水饺，邀您观看高光时刻。进来。师傅，丁贵儿齐天外用致富线，丁贵儿齐天邀您收看《狐珠夫人》。王，臣有一事不明。赵峰师身法诡异，速度之快超过风，力量之大胜过刀剑，可为什么在叠泉谷袭击地序会失败？那是因为他遇到了不该遇到的人。王指的是？我曾有一个弟弟，叫朵罕，在红药园战场与他走时，他外貌身材皆与我相似，如同孪生。此事胡库各部无人不知，可这跟赵风师有什么？难道朵罕现在人在大征？他就是方建明的大徒弟方卓英。苏明来投靠本王的时候，方卓英曾追他至汉州，本王一看便知，他就是朵罕。而赵风师曾发誓，将永远效忠于吴母，红药地基。哼，难怪赵风师会失手。那若朵罕死守在地序身边，那赵风师又该如何下手？你可知道，在上古秘籍中，还有一个更为神奇的功法，叫河洛炼金。习此功法，身体则犹如铜墙铁壁，任何刀剑不可伤之。难道王说的是炼金师？倘若炼金师与赵风师于朔日一同向地序和方建明发起攻击，他们可有逃城之机啊！何人？主事，起身了吗？进来吧。主事，这会儿备办早膳吗？去把这些废料烧了，仔细些。是。主事，居点一来了，正在大厅里挑选布料。知道了。是。这一批
记下来。是。居点一。这位内官布料，多谢居点一。嘿嘿嘿，你这下贱的胚子，做事毛手毛脚的，倘若惊扰了居点一，仔细你的皮！去！是。施叔叔，居点一，你是有所不知啊。自从这少府剑出了细作，虽说陛下念我在宫中多年，只打了我20刑杖，罚了我1年俸禄，可这宫里上上下下都瞧我施某不起呀。我要是再不仔细点，我怕是连活都活不下去了。施叔叔不必忧心，连陛下都圣裁，您只是疏忽之过，又何必管他人如何呢？唉，是，点一说的是。好，今日点一要选何种布料啊？这刘想着眼下已是秋日，该提早为陛下与淑容妃准备入冬的衣衫，便提前来少府监挑选冬季的衣料。点一好心思啊，未雨绸缪。只是这布料的事，何必亲自登门？只需要让灵锦司的绣女知会一声，我便亲自给你送过去了嘛。少府监事务繁多，这刘不好麻烦施叔叔。哪里的话，不麻烦。点一尽管挑选。方才施叔叔不在的时候，这刘已经选定了4、5匹，暂时这些便是。都已告知这位内官了。好，我这就安排人送过去。有劳施叔叔。哎呦，客气。送居点一。是。居点一，请。点一又有些日子要忙了。无妨，平日里闲着也不知做些什么为好。居点一，请留步。居点一，请留步。哎呀，施叔叔，哎呀，幸好来得及。方才啊，我差点忘了。前几日昶王殿下找到我，邀您去他府上一叙。昶王啊，是这样的，聂妃曾给昶王留下几件绣品，这前一阵子府上的人检查，发现有物件抽丝了。这府上的手艺人技艺不佳，他就无法修复。原本昶王是让我去的，可是居点一，你说我哪懂刺绣啊，是不是？于是我便向昶王殿下举荐了居点一，昶王这才下令，邀您到他的府上走一遭，补一补，修一修。既是昶王殿下的意思，这刘焉敢不从？只是要修绣品，还需回到灵锦司才好。哎呦，我的点一大人呐，这昶王府什么没有啊？你自管前去便是了嘛。哎，这样吧，还是由施某带您去吧，这样我也好给昶王殿下一个交代，如何？也好，有劳施叔叔。点一大人，这边请。参见昶王殿下。按照您之前的吩咐，修补聂妃旧物之事，我这不将居点一请到您的府上，总算不负殿下所命。参见昶王殿下。免礼，居点一，有劳了。殿下不必客气，奴婢应该做的。快，请居点一去绣房，好生款待，不可有一丝一毫的怠慢。
是，居典仪，请。施主事，随我来吧。方大人。方大人，典仪可在？典仪不在，早起去了少府监，一直没回来。是啊，往常若去了少府监，这个时候早该回来了，我们正担心呢。哎，方大人，方大人这是怎么了？说，本王该如何罚你？殿下何出此言呢？本王母妃绣品确实有抽丝不假。但也没准你，也没让你带什么居典仪来本王府上修缮绣品，你假传本王的旨意，难道不该罚？殿下可曾听说过，救人如同救己？本王可从来没打算过救你。你是何目的？从实招来。奴婢将居典仪带到殿下府上，只不过是为了朔日。朔日？什么朔日？奴婢在销毁消息的时候，恰巧居典仪经过。奴婢实在分辨不出这居典仪是觉察到了什么，还是没觉察到什么。想来想去，奴婢只好借口殿下府上有事，才将居典仪带到此地。也只有将居典仪带到此地，度过朔日，大家皆可平安。若是殿下还不明白，奴婢可再提醒殿下，当初殿下是与谁定下了盟约？啊，你是夺落的人。夺落的人，殿下未免把施某看得太过浅薄了。我是谁的人，殿下不必猜测，殿下只需要知道，奴婢是来帮殿下的。你好大的胆子，既不愿承认身份，还把人带到我的府上。方才殿下没有拆穿奴婢，想必殿下也知道，这出戏要是接着演下去，百益无一害。再说了，这大征的天下，迟早是殿下您的。奴婢也是殿下您的奴婢呀。你这么说，是想把我也拉下水吗？奴婢不敢，此事成也奴婢，败也奴婢，绝对不会牵连到殿下的。只是奴婢绝不允许让那个瞎子坏了大事。居典仪，这幅《寒江白鹭》是聂妃在时最喜欢的一幅绣品，但经历战乱，老物件已有几处破损抽丝，还请典仪多费心指点奴婢们修补。针线可曾备齐？已经备好。开始吧。是。方大人，可有找到？据少府监外执岗的兄弟汇报，原本居典仪是要回灵锦司的，但不知为何，居典仪又跟随施主事一起离开了。施主事？方大人，宫门口的兄弟看到居典仪和施主事一起离开了皇宫，可断断续续听到
他们好像是一起去了厂王殿下府中。公爷，您此前下令从流商旧府藏书阁搬来的藏书，都悉数运到了。运到昭明宫，送到我书房里。是，公爷。师傅，我已经巡视过一遍了，并无异样。师傅，宫中守卫任务繁重，您又如此操劳，我看您还运回来这么多的书，师傅的伤当真无妨了吗？好的差不多。上次您吐的那口血，真是紧张死了。那日是因为听到巨响，觉得不对，一时着急乱了经脉，触发旧伤而已。当真？我现在不是站在你面前吗？有何异样啊？是海市多虑了。一起走吧，我回昭明宫去，你去检查暗卫岗哨。是，师傅，昨日我与哲英哥聊天，发现他好像有心事，这么多年从未见过他如此。哥，你去哪儿？师傅，这流被人带去厂王府，我要去。回昭明宫再说。师傅，回去再说。师傅，哥，有事好商量，你别一个人单打独斗的。好商量？你知不知道，曾刺杀陛下的赵风师去过厂王府，现在敌人在暗，这流在明。她一个弱女子，倘若厂王真的有意，你让开，我现在就……哥，你不许去。师傅，现在是什么时候？你是什么身份？如果你不怕露出破绽，引起怀疑，加害于这流的话，你尽管去。可是，好了哥，我觉得师傅说的有道理。倘若厂王真的有异心，也不会在自己的府上对这流怎么样。你现在这样贸然的去，反而对这流姑娘不利。师傅，那您说该怎么办啊？事发突然，先查出厂王的目的。哥，我有法子，既能不让厂王起疑心，还能平平安安的将这流姑娘接回来。你放心，我答应你的事情一定会做到的，只是你要给我点时间，在这之前不要鲁莽，等我消息。少子哥，小公子，这可是有何异常吗？并无异常，少子哥，我是来见陛下的。见陛下？啊。小方大人，小方大人。臣方海市参见陛下。陛下，臣已经闻到糕点的香味儿了。这个方建明也太大胆了，并非是师父透露给臣的，只是那日陛下遇袭，臣无意看到陛下与师父打的暗号。所以臣猜想，是不是陛下跟师父有所计划？陛下并非如外界看到的那样，身受重伤，昏迷不醒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方海市，你是属老鼠的吗？怎么眼睛比谁都尖？说吧，这回又要提什么要求？
臣不敢，臣你不敢？就你这胆子，有什么不敢的？你哪回来不是带着诸多要求？说来也怪，朕竟还一一准许，真是着了你的道了。陛下，您胸襟宽广，能装成天地。过去陛下的种种恩惠，臣无时无刻不感鸣五内。但臣眼下确有一不情之请，不过不是为了臣自己。臣想请陛下开恩，成全我哥与居典一的婚事。居典一，方卓英与居典一有情？中郎将跟灵锦司的典一暗通款曲，成何体统？我哥与居典一虽两情相悦，但发乎情，止于礼，从未逾越，还请陛下不要怪罪。两情相悦，那他怎么不来？让你在这大晚上的替他来打扰重伤的朕。臣有苦衷。罢了，朕也该从昏迷中清醒过来了。这便下旨，指婚方卓英和浙流。多谢陛下。殿下，宫里来人了，说陛下一早有旨意传到了灵锦司，要请居典一回去接旨。哦，这么早就下旨了？听接人的人说，昨夜旨意就到了灵锦司，所以今日一大早特地派人前来。昨夜连同昨日，可有异常？小的派人暗中观察，居典一一直在修补绣品，非常淡定，并没有丝毫的紧张和错漏。殿下，绣品已经修补好了，今日又有圣旨，若不放人的话，恐令人生疑呀。说的也是，反正不是我厂王府的事，何必强出头？啊。居典一，您慢走。有劳了。师傅，师傅，金城宫有海市值守，你不必担心。启禀宫宴，居典一已经离开厂王府，正在回宫的路上，若无异常，半个时辰之内将回到灵锦寺。知道了，退下吧。多谢师傅，允准海市去恳求陛下。师傅，那卓英先告退了。去哪里？我还有事吩咐你，立刻去城西的会仙楼，买一坛荔枝酿的三花醉回来。师傅，是。卓英，快去快回。快去快回。或许还有机会见他一面。
么一个人也没有？典医您才1日不在，这些孩子不晓得又跑到哪里去玩耍了。青海公，青海公，这柘榴树再过几日，怕是要开始结实了吧？这柘榴是千叶红花，但凡柘榴千叶者，皆不结实，即便结了实，内里也不会有籽。没想到这满树红花，竟然白白开了一下。卓英有性命之虞，迫在眉睫。他是胡库王跟红曜地基的墨子，就凭他跟胡库左王绝嗣的容貌，便有资格继承王位。但现在朝中有人跟他的亲兄长左仆敦王勾结，想要揭露他的身份，借助陛下之手除去他。我劝过卓英，让他回汉州投奔他的叔父，但他是个重感情的傻孩子。他跟我说，不跟你在一起，他便不去。可是前路凶险，哪怕他武艺超群，只能堪堪自保。他五心不定，恐怕没有活路。无心不定，人心中若有念想，做事便不能决断。青海公，我晓得怎样做。你晓得？请青海公转告他一句话：倘若他不珍重自家的性命，那这留这一条命，算是白白断送了。这药发作极快，但不会有任何的知觉，就好像做了一场梦一样。苏姨，你都听到了，你放心，这流绝不牵连于你。趁现在没人，你快走吧。典医，你眼睛不好，我孤身一人，又能去往哪里呢？倒不如便陪着您，做您的眼睛吧。
公子，找您的铜钱。哎，慢走啊！公子，有功常来。好，小二，给我来一坛荔枝酿的三花醉。哎呦，客官，我们店荔枝酿的三花醉今日已经卖完了，要不来点别的？我这儿有坛荔枝酿的三花醉，不知这位公子是否愿意试一试？这位姑娘，这三花醉，公子请坐。夺寒尔萨，你是夺漏的人。佐仆敦王忌讳夺寒尔萨都来不及，怎会派人来寻您下落？是右仆敦王命我们在此接应夺寒尔萨。是额尔基叔父。这坛酒的泥封里有各地接应处的地图，可以换马。请夺寒尔萨务必于9月中赶到漠河关外，出了关便有人护送您穿过加满要道回湖库去。今日有缘得见公子一面，这坛酒就送给您了。酒我收下了，碎金还是要给的。倒也值了。姑姑莫怪，姑姑一路好走。时辰差不多了，送了酒，便回去看浙流。哥，你回来啦！还是等哥回来再谢你啊！你要去灵锦寺啊？你到了那儿有天大的好消息等着你呢，你就乐吧你！方卓英，慢点儿！哎，怎么锁门了？这刘姑娘呢？昊天有德，成人之和。今中郎将方卓英年少英武，尚未婚配，灵锦司典医，居士浙流，
恭谨端敏，可为佳偶。着有司吉日，阴婚敦睦，婚仪同朝中正3位官仪，则良辰完婚，以慰朕心。落花逐流，落花逐流，谁知流水心悠悠。风吹烟波细如舟，无言这刘姑娘，卓英能同你成为朋友吗？方大人当然是这刘的朋友，何出此言？卓英从前同这刘姑娘只是不常来往的朋友，但从今往后，卓英想同这刘姑娘能成为常常来往的朋友。这样在平素里，姑娘有什么事要帮忙，卓英都可以代劳。纵然事情再小再繁琐，我也不嫌麻烦。这是来自越州的胶丝，好看吗？好看，比天上的彩虹还晶莹剔透。方大人说好看，那一定是很好看的了。有省亲的中卫军回来，还带了一些家乡的红枣，一块尝尝，甜还是不甜？自然是甜的。你还没尝，怎么知道自然是甜的？我就是知道。来，快尝尝。真甜。彩虹就挂在这空中，倒映在这湖水之上。这湖边的藤蔓，凝结的露珠，若用心去看，也能看到彩虹。那我们这一路走来，应该有不少水洼吧？是否从水洼中也能看到彩虹？原来宫里处处都是彩虹，可惜以往都不曾留意过，只知道看向天空。谢谢你，方大人。这刘姑娘若不嫌弃，以后你想看什么，想回忆什么，都可以告诉我，我都愿意讲给你听。夜
哥，旭日更自详了，我要去当值了。帮哥看好这流。一眨眼到朔日了。是，陛下。夷王之乱时，世人都说，正是太宗处经在世。可要朕说，若是真有人能问上太宗一句，大抵便会知道，他也不愿意再活一回。这世上种种趣味不过如此，倒像是一个血洞。陛下在朝，朝野稳固，天命之君，即是如此。天命之君这4个字，依朕看，不过是漂亮的金笼子。他们想用它来套住朕，宛如套住一只黄鹂鸟。哼，还指望着朕能在笼中婉转啼鸣。卓英，你说呢？有些人希望朕能千秋万岁，有人希望朕在这一刻就横死。有些人是不会罢休的，有些心也是不会死的。因我义无旁骛之问，一时分寸的朕妥帖我们。凉风细月推朱门，空荡不恨。这现实安稳，太适合牺牲。见我以顽劣的天真，集中用般隐忍，浪费余生。时光再蛮横，也要百尺子骨骼。思念倒不必借你回忆来傍身。当时风华纷纷，应是好时辰，何故要端坐